如果你在考编这条路上连考54年，头发白了，牙掉了，还是没上岸，你会怎么办？是躺平，还是彻底疯掉？在全员疯魔的《儒林外史》里，作者吴敬梓一开头就放了个神仙级别的白月光王冕。王冕是谁？一个放牛娃，但他却是那个内卷时代里唯一能逃出系统设定的顶级大佬。那时候朱元璋定下规矩，全天下的读书人想做官就必须写八股文，这等于给所有聪明人画了一条唯一的 KPI。 可王冕一眼就看穿了这套把戏，他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一代文人有恶，意思是读书人的苦日子要来了。别人都挤破头去争功名，王冕在干嘛？他在湖边画荷花，画得活灵活现，靠卖画养活老母亲，日子过得自由自在。后来地方官逼他做官，他连夜收拾包袱，逃进深山老林。王冕就是全书的定海神针，吴敬梓把它放在开头，就像在暗室里点亮一盏孤灯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生的标准答案不止功名利禄这一种。可惜王冕之后出场的几百号人，没一个能拥有他那份清醒。画面一转，几十年后的明朝，王冕的清醒已经绝迹，科举内卷到了顶峰。这时候，我们迎来了第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人物周进。周进是个童生，别被童字骗了，童生不是小孩，是那些还没考上秀才的读书人。周进考了多少年？考到60多岁，胡子都白了，还是个童生。在科举学历鄙视链里，60岁的周进等于一个永远毕不了业的小学生。因为没有学历，他在社会上受尽白眼，去给新进秀才陪酒，人家吃肉，他只能蹲在角落吃素，去给商人当账房。商人们根本不拿正眼看他，当面嘲笑他是个废物。60多年的青春全砸在一张毫无希望的试卷上。周进心里有座火山，只差一个引信。有一天，几个商人带他路过省城的贡院古代的高考考场，那一排排逼仄的号板像牢笼一样，对商人来说是看稀奇的景点，但对周进来说，那是他魂牵梦绕却一辈子都没资格踏进去的圣殿。中国文学史上最惨的心理崩溃名场面就此诞生。周进走进贡院，看着那块破木板，突然眼睛发红，长叹一声，一头朝号板撞过去。商人吓坏了，赶紧拉住。被救醒后，周进什么都不说，只是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，哭得有多惨。书里写他哭得口里吐出鲜血，满地打滚，头发都散了。这哪是在哭考场，他是在哭自己被八股文吃掉的60年青春，哭自己蝼蚁般被践踏的尊严。看到60岁的老人哭到吐血，几个商人动了恻隐之心。商人最不缺的就是钱，他们当场凑了220两银子，给周进买了个监生头衔国子监的学生。有了这个资格，就能直接参加举人考试。接下来，魔幻的一幕发生了。周进听到商人要出钱给他买学历，立刻停止哭泣，爬起来给商人磕头说：“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”有了监生资格，周进如有神助，没多久真考中了举人，接着又中了进士。
最后一路做到御史，成了朝廷高官。曾经连饭都吃不饱，被人指着鼻子骂的60岁老童生，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巴结的周老爷。曾经嘲笑他的人全跪在他脚下。可吴敬梓的笔像寒光闪闪的手术刀，周进真的是有才华吗？不是，他能翻盘，仅仅是因为商人花钱给他买了张准考证。在这个荒诞的系统里，才华一文不值，资格和头衔才是一切。周进淋过雨，所以当他当上主考官之后，本能地想撕碎别人的伞，或者说他想找到下一个自己。后来主考官周进在考场上遇到了一个比他更惨、更穷、更疯癫的老童生。这个人考了整整20次，家里穷得锅都揭不开，却还在死磕八股文。当这个老童生终于听到自己考中举人的消息时，他没有像周进那样哭，而是拍着手大笑一声：“咦，好了，我中了。”然后他疯了。没错，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疯子范进。咦，好了，我中了。听到这句台词，你 DNA 动了吗？没错，这就是初中语文课本里学过的范进中举。小时候读，觉得范进是个笑话，笑他心理承受能力太差，中个试居然能高兴到发疯。可当你经历了社会的毒打，见识了职场的人情冷暖，再翻开《儒林外史》，你会惊出一身冷汗。这根本不是喜剧，这是一出吃人的荒诞剧。吴敬梓不只写了范进一个人，他撕下了几千年来人际交往中最丑陋的面具。那个考到60岁才逆天改命的周进当上主考官后，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特别懂老童生的苦。在他的阅卷下，54岁的范进终于考中了秀才。考中秀才已经算是祖坟冒青烟，但范进还想继续往上考，去省城考举人，也就是乡试。去省城要路费，范进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，只能硬着头皮去找老丈人胡屠户借钱。胡屠户可以说是清代文学里的第一键盘侠，顶级 PUA 大师。他听到范进想考举人，一口浓痰吐在范进脸上，骂出教科书级别的名言：“你个现世宝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，你那尖嘴猴腮的样还想中举人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要是能中，母猪都能上树。不光是丈人骂，街坊邻居也像看瘟神一样躲着他。”范进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但科举的毒已经深入骨髓。他瞒着老丈人偷偷去考了。考完回到家，家里已经饿了3天，老母亲饿得眼睛发花，只剩一只下蛋的母鸡。范进没办法，只能抱着母鸡去集市上换米。记住这个画面：54岁的读书人，头发花白，面黄肌瘦，抱着一只乱扑腾的母鸡，在菜市场里卑微地讨价还价。这就是一个古代底层知识分子的全部尊严。就在范进还在菜市场卖鸡的时候，村里突然锣鼓喧天，3匹快马冲到他那个漏雨的茅草屋前，豹子大喊：“捷报！恭喜范老爷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员！”邻居们一听，赶紧跑到菜市场，把正在卖鸡的范进拽回来。范进一开始不信，以为大家拿他寻开心，直到他走到家门口，清清楚楚看到那张贴着金箔的大红捷报，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
吴敬梓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令人头皮发麻的几秒钟，范进看了一遍，又念了一遍，突然双手一拍，大叫一声：“咦，好了，我中了！”说完往后一仰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牙关紧咬，不省人事。等大家把他救醒，他爬起来披头散发，一边拍手一边大笑，一脚踩进门外的泥塘里，满身是泥往集市上狂奔，嘴里还在喊：“我中了，我中了！”大家都在笑范进，但你想过他为什么会疯吗？这绝不仅仅是高兴。这句好了，我中了，包含了太多心酸。好了意味着他不用再被老丈人吐口水了。好了意味着他54年来如同蝼蚁般的生活终于结束了。好了意味着他被系统压抑了30多年的屈辱、恐惧和焦虑在这一刻瞬间爆炸。他的大脑 CPU 彻底烧毁了。人在极度高压突然释放时，精神防线是会崩塌的。范进没疯的时候，他是一具被礼教和科举吃干抹净的行尸走肉，而范进疯了的这一刻，他才真正释放了作为人的本能。新科举人疯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豹子出了个损招，找一个他平时最怕的人，狠狠打他一个大嘴巴，把他吓醒。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胡屠户。昨天还指着范进鼻子骂尖嘴猴腮现世宝的胡屠户，此刻却吓得直哆嗦。他说：“这可使不得，他现在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我要是打了文曲星，死后是要被打入18层地狱的。”你看权力和地位的滤镜有多可怕，只要你有了功名，连你身上的臭味在别人眼里都变成了仙气。最后胡屠户灌了2碗黄酒壮胆，闭着眼睛一巴掌扇在范进脸上。范进被打晕过去，在醒来时病好了，不疯了。神奇的事来了，胡屠户打完这一巴掌，突然觉得自己的手掌隐隐作痛，连弯都弯不过来。吴敬梓的讽刺绝了，胡屠户从心底里已经给范进跪下了，他的心理暗示让他觉得自己真的打了一位神仙，所以遭到了反噬。接下来的画面就是一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变脸。以前范进家里揭不开锅，没人看他一眼。现在范进醒了，邻居甲端来鸡蛋，邻居乙拿来白酒，邻居丙备来大米。更夸张的是，当地的土豪张相申，一个平时连眼角都不会扫范进一下的大人物，亲自坐着轿子登门拜访。一进门就拉着范进的手叫老哥哥，开口就送了50两白银，外加一套3进3出的大别墅。仅仅1天时间，范进从一个抱着母鸡在菜市场被人翻白眼的穷酸老头，变成了有房有钱有地位、人人敬仰的范老爷。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我们看范进发疯的时候，觉得他很可笑，可当我们看到胡屠户的巴掌、邻居的鸡蛋、张相申的别墅时，你会发现，范进没疯的时候，他身边全是一群捧高踩低的疯子。只有当范进拿到了权力和地位的入场券，他身边的这群疯子才突然变得正常、温文尔雅、和蔼可亲。在这场名为科举的游戏里，究竟是谁疯了？是范进，还是这个慕强、虚伪、吃人的社会？如果你觉得范进和胡屠户已经够奇葩，
那你就太小看《儒林外史》了。在这个全员恶人的名利场里，还有一群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戏精。你知道古代第一守财奴临死前因为什么东西闭不上眼睛吗？一个人临死前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却死活咽不下最后一口气。他颤抖着伸出2根手指头，满屋子亲戚怎么猜都猜不对。大侄子问：“您是说还有2个亲人没见面？”他摇摇头。二侄子问：“您是说还有2笔银子没交代？”他狠狠翻了个白眼。最后他的老婆走上前，挑掉了一根燃烧的灯草，他这才满意地闭上眼睛，断了气。你没听错，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顶级的守财奴名场面严监生的2根灯草。严监生是真的有钱，家里有10多万两银子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妥妥的亿万富翁。可他平时的日子怎么过？猪肉舍不得买好的，只买最便宜的边角料。家里人病了，舍不得请好医生。可就是这么一个极度抠门的人，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。相反，在《儒林外史》的奇葩图鉴里，他甚至算得上是个老实人。严监生有个亲哥哥叫严共生，是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土霸王，成天打秋风占便宜，惹了一屁股官司。每次哥哥惹了祸拍拍屁股跑路，是谁在后面擦屁股？是严监生。他虽然心疼钱，但为了家族颜面，还是拿出大把银子帮哥哥摆平官司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身价过亿的老板，为什么临死前对2根多燃烧的灯草斤斤计较？这其实是一种极度的底层不安全感。严监生的钱不是靠正经科举得来的，他的监生头衔是花钱买的，在那个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年代，他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，没有文化资本。他哥哥严共生虽然是个人渣，但人家是正经考上去的贡生，所以哥哥能耀武扬威，弟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。对严监生来说，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抓住，唯一不会背叛他的，只有实打实的铜板。那2根多烧掉的灯草不是几文钱的事，而是他本就不多的安全感在流失。吴敬梓的笔多毒啊，他不仅写出了一个人的滑稽，更写出了一个人被时代价值观逼出来的病态。如果说严监生是用抠门来掩饰自卑，那《儒林外史》里另一拨人就是用造假来骗吃骗喝。吴敬梓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版的名媛拼单群和假学历造假指南。书里有一种非常盛行的职业叫打秋风，说白了就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，但顶着文人头衔的混子，到处去富商或官员家里蹭吃蹭喝，骗取赞助。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是牛普郎。牛普郎本来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市井小民，但他非常渴望进入上流社会，怎么进考编太难，于是他走了一条捷径，盗用人设。他无意中捡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著名诗人牛不一的诗稿，巧了，2人都姓牛。牛普郎眼睛一转，直接对外宣称自己就是大诗人牛不一。靠着这个偷来的 ID， 牛普郎成功打入文人圈子。那些附庸风雅的土豪劣绅根本看不懂诗写得好不好，他们只认牛不一这个大 IP。于是牛普郎今天去张老板家吃海鲜，明天去李员外家拿红包，甚至还靠着这个假身份骗到一个漂亮媳妇儿，可以说是把古代版的流量变现玩到了极致。
但这群假名士，伪君子真的只是为了骗口饭吃吗？不，他们真正恶心的地方在于满嘴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。书里还有个匡超人，刚出场时是个孝顺父母、勤奋读书的好青年，可一旦踏入这个虚伪的儒林圈子，学会了拉帮结派、吹牛拍马，他迅速堕落为了攀附权贵。他抛弃糟糠之妻，甚至帮人当枪手替考。曾经屠龙的少年，最终变成了比恶龙更丑陋的怪物。读到这里，你还会觉得《儒林外史》离我们很遥远吗？那个为了2根灯草死不瞑目的严监生，像不像今天那些焦虑万分、拼命囤积财富却忘了如何生活的现代人？那个盗用身份骗吃骗喝的牛普郎，像不像今天互联网上那些租豪车拍照、打造独立精英人设，私底下却一地鸡毛的网红？那个屠龙少年匡超人，像不像为了向上爬，逐渐放弃底线，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模样的职场打工人？这片名为儒林的森林，其实就是一个人性的大染缸。科举、名利、金钱，像巨大的漩涡，把所有人都吸进去，扭曲了他们的灵魂。但是吴敬梓真的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了吗？在这个全员恶人、乌烟瘴气的时代里，难道就没有一丝光亮，没有一个真正清醒干净的人吗？答案是有，而且这些真正的清流，既不是当大官的，也不是考上高学历的，反而是一群社会最底层的奇葩，甚至是女人。吴敬梓把全书最闪光的高光时刻给了一个离家出走的逃跑新娘和4个连字都认不全的底层打工人。如果你看腻了范进和周进们的丑陋嘴脸，这一趴绝对会让你觉得酣畅淋漓。在古代，女人的命运通常只有2条路，要么在家从父，要么出嫁从夫。但在《儒林外史》第40回，出现了一个堪称大女主爽文标杆的奇女子沈琼枝。沈琼枝出生在一个略有薄产的家庭，从小读书识字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。当地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盐商叫宋维富，看中了沈琼枝的才貌，花重金下了聘礼。沈家以为是娶去做正妻，欢天喜地把女儿嫁了过去。可到了宋家一看，沈琼枝直接被带到偏房，原来宋老板根本没打算明媒正娶，只是想骗她来做没有名分的小妾。在那个年代，弱女子遇到这种事多半只能认命或者上吊寻死。但沈琼枝怎么做的？她没有哭也没有闹，表面上不动声色稳住宋家人，然后趁着夜深人静打包了宋家给的所有金银细软，那是他应得的赔偿，雇了一条小船，连夜逃离扬州，直接跑到大城市南京。到了南京之后，一个单身女子怎么活下去？沈琼枝做出了一个震惊整个金陵城的举动。他在繁华的秦淮河畔租了一间铺子，直接挂出一块招牌：小女子沈琼枝精通诗词书画，代写应酬文章，兼授定制画作。你敢信吗？在几百年前的清朝，一个女人公然抛头露面，靠卖自己的才华和知识产权来养活自己。宋老板后来带着官府的人来抓她，想用剽窃的罪名把她抓回去。沈琼枝在公堂之上，面对知县，腰杆笔直，毫不怯场，把宋老板骗婚的丑事抖了个干干净净。
沈琼枝不仅是《儒林外史》里的奇女子，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极少数拥有真正独立人格的女性。吴敬梓借她的故事，狠狠抽了那些虚伪文人一耳光。你们这些大老爷们为了一个官位，像狗一样摇尾乞怜，而一个弱女子却敢于对权贵说不，靠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地站着挣钱。如果说沈琼枝是冲破封建礼教的红玫瑰，那么在全书的结尾，吴敬梓还给我们留下了4个扫地僧。《儒林外史》写到最后，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官名士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；曾经辉煌的太伯祠也长满了荒草。就在这曲终人散的时刻，4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登场了。这4个人被称为市井4奇人。奇在哪里？第一位是个写字兼做媒人的，叫季霞年。他穷的只能在寺庙里借宿，但写一手极好的字，有人花大价钱请他去给达官贵人写匾额，他却摆摆手说：“不去不去，我今天还要去茶馆听书呢。”他把那些当大官的文人视为粪土，只做自己开心的事。第二位是个卖纸火筒的，叫王泰。他每天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，赚够了当天的饭钱就立刻收摊儿。干嘛去？下围棋。他的棋艺高超到什么程度？当时天下第一的围棋国手来南京摆擂台，王泰挑着担子上去，3下5除2就把国手杀得片甲不留。下完棋，他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挑起担子，大笑而去，连个名字都没留下。第3位是个开小茶馆的，叫盖宽。他以前也是个有钱人，后来破产了，就在街边卖茶水。但他有一个爱好画画，他每天在茶馆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众生相，把它们画在纸上。他的画气韵生动，堪称一绝，但他从不卖钱，只送给懂画的有缘人。第4位最绝，他是个裁缝，叫京元。京元每天起早贪黑给人做衣服，但在他的裁缝铺里永远放着一把古琴。白天他是缝缝补补的底层手艺人，到了晚上他关上店门，点上一炷香，弹奏出最高雅的广陵散。有朋友问京元：“你一个做衣服的，弹琴写诗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当官赚钱。”京元的回答堪称全书的最高境界。他说：“我每天做裁缝是为了吃饭，我每天弹琴写诗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心变成和那些当官的一样的俗物。”各位，听到这里，你明白吴敬梓的苦心了吗？什么叫儒林外史？外就是跳出那个肮脏的圈子。当高高在上的庙堂挤满了像范进、周进这样被异化的怪物，挤满了像严监生、牛普郎这样虚伪的戏精时，真正的风骨、真正的诗意、真正的中国文人精神，反而流落到了市井之中，落在了裁缝、小贩、茶馆老板和一个逃婚女子的身上。仗义每多土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这不仅仅是清朝的故事，也是属于我们每个现代人的生存哲学。在这个充满焦虑、内卷、人人都想往上爬的时代里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京元一样，在缝缝补补的谋生之外，在心里给自己留一把古琴？只要你的内心不被世俗的欲望吞噬，哪怕你是个裁缝，是个小贩，
你依然是自己世界里的真名士。《儒林外史》的故事到这里，让我们跳出书本，看看这部名著能给现代人带来怎样血淋淋的生存启示。当你合上书，从范进、周进、严监生的荒诞故事里抽离出来，转头看看今天的热搜：30岁还在死磕考公的人，脱不下的孔乙己的长衫，被一张文凭困住的半生，你会突然惊醒，原来《儒林外史》写的根本不是清朝，而是几百年来一直困在同一个系统里的我们。在书的后半段，发生过一件轰动全书的大事——泰伯祠大祭。当时出现了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，以池衡山、俞博士、杜少卿为代表。他们看透了科举制度，把人变成追逐名利的禽兽，于是想从精神上拯救这个世界。他们自掏腰包，在南京修建了一座宏伟的泰伯祠，想恢复上古时期真正的礼乐制度，唤醒读书人内心的道德和良知。这场祭祀大典办得极其空前，金陵城万人空巷，钟鼓齐鸣。在那一刻，仿佛真正的儒林活了过来，道德之光重新普照大地。但吴敬梓的笔是极其冷酷和现实的，这场大祭就像回光返照。大祭结束之后呢，俞博士老去了，杜少卿把家产败光了。随着这群理想主义者的星流云散，泰伯祠迅速荒废。没过几年，祠堂屋顶塌了，院子里长满半人高的野草，曾经演奏雅乐的地方变成了小商小贩卖破铜烂铁的摊位。吴敬梓用泰伯祠的倒塌无情戳破了一个幻想，在庞大冰冷以利益为驱动的系统面前，个人的道德呼唤，甚至一群人的理想主义都是微不足道的。只要八股取士这个分配权力和财富的规则不改变，只要考上就能做官发财的诱惑还在。泰伯祠修得再大，也挡不住千千万万个周进和范进往科举的火坑里跳。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在于，即使八股文早就被废除了，那个系统的幽灵依然在我们的生活里游荡。书里的范进为了考举人，被老丈人骂得狗血淋头，家里穷得卖下蛋的母鸡。书里的周进60多岁没有功名，被商人当成废物嘲笑。这和今天我们社会上流行的唯学历论何其相似。当我们把人生的价值单一地绑定在一张名校文凭、一个编制、一个大厂的 offer 上时，我们就已经主动走进了吴敬梓笔下的那个考场，坐进了那个逼仄的号板里。《儒林外史》给现代人最大的生存启示，就是他用几百个人物的悲剧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不要让单一的评价体系绑架你的人生。当我们抱怨孔乙己的长衫脱不下来的时候，不妨想想书里结尾的那4个市井奇人，那个白天做裁缝，晚上弹古琴的金元，那个挑着担子卖纸火筒，下完棋大笑而去的王泰。他们难道没有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过吗？但他们为什么活得比当朝一品大员还要潇洒？因为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谋生是谋生，自我才是自我。他们没有被世俗的标准 PUA， 他们把评判自己人生价值的权利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。考不上编制不代表你就是个废物，做着普通的工作也不妨碍你在精神世界里建立自己的泰伯祠。在《儒林外史》的开篇，吴敬梓写下了一首看透世事的词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：
功名富贵无凭据，费尽心情，总把流光悟几百年前的吴敬梓，用极其辛辣的笔触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名利场上的百鬼夜行图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喧嚣内卷的时代里重读它，不是为了看古代人的笑话，而是为了在满地六便士的街头抬头看一眼月亮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成功的标准从来就不止一种。你可以去追求世俗的功成名就，但请永远不要像范进那样，在欲望的泥潭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。在这个充满荒诞的世界里，愿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那把古琴。